援乌数万枚炮弹之后，巴基斯坦再次送上大礼。据3月10号报道，巴基斯坦计划向乌克兰转让44辆 T80UD 主战坦克。对此呢，俄政府表示强烈不满，已经要求巴基斯坦的友好国家向其施加压力，阻止巴基斯坦向乌克兰转让这批 T80UD。以大兵的看法，这次毛熊似乎只能不满了。原因在于，俄乌战争开始后，巴基斯坦就一直在对乌克兰提供援助，只不过多是以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为主，并没有什么重型装备。那么这次巴基斯坦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向乌克兰援助重型装备呢？了解巴基斯坦的朋友啊，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呢是地缘位置敏感、人口众多、能左右周边局势的国家，极具战略价值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巴基斯坦曾收到了美中、沙特、阿联酋等国的巨额资金以及军事方面的支持。按理说，一个跟上司关系不错，同时还经常被副歌接济的上班族，不至于惨到连饭都吃不上吧？但是手握好牌的巴基斯坦硬是打出了最差的结果。原因无他，身上扛的贷款太多了，还不起了。从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，截止2018年，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就多达23笔。按规定，这些钱呢是需要逐次还清的，但是头铁的巴政府回回逾期，从来没有真正还清过哪怕一笔款项，以至于债务利息越滚越大，最终超过了自己的赚钱速度。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此前曾表态他们已经成为了违约破产国家，有70亿美元债务的违约风险，国内的美元储备根本不足以偿还。至于原因呢，其实也不复杂，首先就是贪污，最严重的当属电力行业，其国内的供电集团以电价太低、亏本、太高挨骂为由，逼政府提供能源补贴。IMF 批给巴基斯坦的贷款，多数都被用来干这件事儿了。然而呢，白拿巨额补贴的利益集团并没有用心发电，今天其国内的民众依然生活在日均停电2小时以上的环境中。具体补贴去哪儿了？其中的骚操作太多了，大兵就不细聊了。再加上去年夏天，巴基斯坦下了一场降雨量相当于过去30年平均水平3倍的大雨，直接损失300亿美元不说，还一波带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纺织业、种植业。没工作相对还好，但是粮食欠收那是真的要命啊！巴基斯坦一直是比较依赖俄乌两国的粮食。俄乌开战后呢，巴政府本想咬咬牙等着本国的小麦水稻丰收，解燃眉之急，没想到一场史诗级的洪水直接冲走了所有人的希望。自此呢，从去年10月份开始，巴政府一直寻求着外部财政支持。1月份援乌数万枚炮弹，则是他们首次以武器换资金的操作。而本次呢，他们决定向乌克兰转让坦克，除了国内缺钱，也有一部分外部原因。目前俄乌双方经过长达1年的消耗战，各自手中的重型军事装备基本上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再加上俄军曾利用导弹空袭乌境内维修基地和制造厂，削弱了乌克兰的战争潜力，因此北约各国才开始援助乌克兰重型坦克。但是美国库存中的数千辆 M1A2 都使用了贫铀装甲，保密等级比较高，归属美国能源部管辖范围，法律禁止出口，因此出口的 M1 呢必须去掉贫铀装甲，使用其他的装甲代替，才会送入到俄乌战场。德国那边的豹2库存也需要翻新了，种种因素是都限制了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速度。因此在北约满世界被乌克兰找装备的前提下，巴基斯坦陆军320辆的 T80UD 坦克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宝贝。而这次呢，巴基斯坦转让的 T80UD 其实他们是早年从乌克兰订购的，所以对于乌克兰而言，这款装备可谓是驾轻就熟啊。不仅省去了德制和美制坦克的培训训练，并且 T80UD 和俄军的 T72 和 T80坦克性能也比较接近。虽然在设计上它和 T72、T80 等坦克相差不大，比如自动装弹机、3人成员组，但是 T80UD 和后者相比，走的技术路线并不一样。主要区别在于燃气涡轮的使用比柴油机更具有优势，同1000马力与 T90 差不多，自重反而比 T90 低一点。机动性自然是相当理想了，号称最灵活的俄式坦克，将其拉到战场上，完全可以与现阶段的俄军坦克对垒。如果巴基斯坦的这320辆 T80UD 被北约一次性采购完，将其运送到乌克兰前线战场，那么极短时间内就能提升乌军装甲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。
在一段时间里顶替俄制和美制坦克，缓解乌军正面压力。对巴基斯坦而言呢，如果向乌克兰提供 T80UD，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另外呢，目前巴基斯坦陆军的主力装备并不是这批 T80UD， 即使将这320辆 T80UD 全部转让给乌克兰，也不会影响巴基斯坦的陆军正面对抗印度装甲部队。因此大兵认为，如果俄乌战争短时间内无法停止，未来巴基斯坦很大概率会将这批坦克陆陆续续地转让给乌克兰。这样做既能缓解国内经济危机，又能再刷一波北约的好感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另外，乌克兰和巴基斯坦也算得上是互帮互助的好兄弟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备领域呢，基本是针锋相对的，属于攀比式竞争。上世纪90年代，印度首次爆出准备引进俄罗斯 T90 坦克后，巴基斯坦深受压力，便开始寻找新款坦克。由于当时乌克兰国内经济比较困难，决定向巴基斯坦出售这批 T80UD。1997到2002年间，巴基斯坦陆军共接收了320辆 T80UD。这次援助乌克兰也算是人情世故。之前1月份爆出了巴基斯坦援乌炮弹的时候呢，大兵简单聊过，巴基斯坦和印度那是仇敌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，所以巴基斯坦并不担心俄罗斯会报复。不过仅凭这一点使他们不惧怕俄罗斯报复，明显是不够的。这就牵扯到巴基斯坦的另一重身份，那就是北约的重要合作伙伴国，并且除去巴基斯坦、印度各自的矛盾，这两个国家和美国、俄罗斯关系也相当复杂。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，由于蒙巴顿的印巴分治方案，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相互摩擦了70多年，到现在依旧没有停息的迹象。印度总想着要吞并，这让巴基斯坦始终提心吊胆，所以他们一直和美国走得比较近。而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，也不可谓不微妙。由于地理上巴基斯坦临近阿拉伯海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，只要占领阿富汗，就能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控制，俄国人呢就能拥有从沙俄到现在梦寐以求数百年的印度洋出海口。于是在1955年，阿富汗拒绝加入军事同盟，美国减少对阿富汗的各种援助后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开始大规模的援助阿富汗，使其成为苏联在南亚最大的受援国，希望通过时间来实现对阿富汗的掌控，使其拥有出海口的计划能够进行下去。但这一过程呢并不顺利，阿富汗内部的反抗以及各种势力和其他因素出现，导致苏联计划受阻。苏联高层呢不得不另想办法。1971年第3次印巴战争，印度肢解巴基斯坦，苏联在其中的作用可谓是相当关键。1971年11月21号，印军同时在东巴多个地区向巴基斯坦发起进攻。经过2周战斗，印军是占领了整个东巴基斯坦。12月3号，巴基斯坦从西边对印度发起袭击，引发全面战争。由于印度呢一直是苏联、俄罗斯军售的头号客户，它的武器装备呢远比巴基斯坦先进，因此美国那边是紧急抽调了第7舰队，由企业号核动力航母和7艘驱逐舰以及1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第74特遣编队，进入孟加拉湾声援巴基斯坦，迫使战争仅持续了27天便迅速结束。结果呢，印度解决了一直困扰的东面问题，即后来独立的孟加拉国确立了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。但苏联那边的目的可还没达到呢。又经过了8年时间，苏联自认为掌握了占领阿富汗的条件，在1979年12月末开启了对阿富汗的入侵行动。苏联原本打算3个月结束战争，速战速决，而苏联的企图呢，作为邻国的巴基斯坦自然也看得出来。为了避免刺激苏联，减少政治风险，巴基斯坦选择支持阿富汗游击队。这虽然没有招来苏联的入侵，但是苏军飞机频繁地进入巴境内，轰炸游击队据点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同年执行了旋风行动，透过巴基斯坦3军情报局作为中介，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以及资金，其中包括 FIM-92 毒刺防空导弹等装备，使苏联空军的作战飞机大量损失。另外，巴基斯坦3军情报局也从1979到1992年持续为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训练。最终呢，由苏联发起整场战争，持续长达10年时间。苏联不仅没有得到中东的控制权和出海口，还使自己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场战争一度拖垮了苏联经济，加速了解体。结合本次俄乌战争初期普京对乌克兰错误的情报掌握来看，
这应该算是苏联、俄罗斯的老毛病了。高层领导从下属获取的信息根本不够全面，以为能够迅速结束战争，最终却导致整个国家走向不可挽回的局面。而从前面内容呢，各位应该也能看出，俄罗斯人对巴基斯坦一直都是有所图谋的。在苏联的支持下，1971年第3次印巴战争成功将巴基斯坦肢解，而惨遭解体的巴基斯坦对印度、苏联的仇恨呢，只能说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。巴基斯坦的3军情报局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所以美巴的关系才更胜一筹。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火也是情理之中。总的来说呢，如果这次巴基斯坦和乌克兰能够顺利达成交易，最高兴的肯定当属乌克兰了。其次是巴基斯坦和美国，乌克兰获得主战坦克，巴基斯坦获得资金支持，而美国也为乌克兰填补了装备缺口。至于最受伤的，那肯定是俄罗斯了。待到 T80 优地重新进入乌军序列，俄军只会越打越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上述内容如果有信息错误，欢迎在评论区内指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